Hello， 大家好。2月份虽然所有城市的房屋销量都出现了大幅下降，但是房价环比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。这个现象非常奇怪。这个视频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首先来看一下几大城市2月份的市场情况。大多伦多地区2月份的房屋销量为4783套，与去年同比暴跌了47%。2月份的平均售价为1095617家元，同比下跌了17.9%。下降的部分原因是2023年2月低于100万家元的房屋销售占比为57%，而1年前仅为38%。活跃房源同比增加了38.1%至9643套，新房源同比减少了40.9%至8367套。独立屋平均价格同比下跌了19.9%至1439735家元，半独立屋平均售价同比下跌了21.4%至1069266家元，联排别墅平均售价同比下跌16.7%至934834家元，公寓平均售价同比下跌11.8%至705472家元。多伦多的基准房价环比上涨了1.1%，各种类型的房价环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。蒙特利尔2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为2996套，与去年同比下跌了32%，活跃房源同比增加了64%至15893套，活跃房源数量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。挂牌量的增长主要来自单户住宅类别，增长了85%，公寓和 Plex 分别增长了51%和48%，新房源同比减少了8%至5314套，单户住宅平均售价同比下跌6%至515000家元，公寓平均售价同比下跌4%至38万家元， Plex 平均售价同比下跌8%至71万家元。各种房屋类型的中位数价格环比均有所上涨，公寓和单户住宅都上涨了3%， Plex 上涨了5%。2月份的平均销售时间大大延长， Plex 平均销售时间为82天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天。公寓和单户住宅紧随其后，分别为60天和58天，公寓比去年多了19天，单户住宅比去年多了26天。魁省房产经纪协会认为，尽管2月份的销售量创历史新低，而且找不到买家的房产数量急剧增加，但大多数房产都以挂牌价格出售，甚至略高于挂牌价。对于公寓来说尤其如此，这意味着尽管销售时间更长，交易过程正常化，市场条件回归对卖家不利，但价格仍很坚挺。这主要是因为买家找到的是市场上更受欢迎、数量较少的房产。大温哥华地区2月份的房屋销量与去年同比下降了47.2%，但环比增长了76.9%。当月总销量为1808套，比2月份10年平均销量低约33%。待售房屋数量继续缓慢上升，同比增长了16.7%，环比增长了5.2%。上个月有3467套新房源，同比下降了36.6%，但环比增长了5.2%。所有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达到了1123400家元，同比下跌了9.3%，与1月份相比上涨了1.1%。2月份独立屋销量为514套，同比下降了49.1%，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813100家元，同比下跌了12%，环比上涨0.7%。公寓销量为928套，同比下降了49.9%。公寓物业的基准价格为732200家元，同比下跌了3%，环比上涨1.6%。联排别墅的销量为366套，同比下降了34.6%，基准价格为1038500家元，同比下跌了6.3%，环比上涨1.8%。大温地区房产经纪协会认为，虽然房价的趋势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同比下降，但目前的数据和市场的活动表明，房价正在走强。一些领先指标可能会在今年春季看到价格温和上涨，特别是如果销售活动增加，抵押贷款利率保持稳定，
卡尔加里2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740套，同比下降了47%。虽然库存水平比上个月略有改善，但是库存仍是自2006年以来最低的2月份。2月份的新挂牌量为2389套，同比下降了49%。2月份的房屋平均价格于去年同比下跌了近8%，至50.6685加元。但销售于新上市的比率为73%，供应月数不足2个月。卡尔加里的房产市场一直难以进入平衡区域，基准价格环比和同比都上涨了近2%。虽然大部分细分市场仍处于买方市场，但是价格超过70万加元的房屋市场正在转变为平衡市场。半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56万8100加元，环比上涨近2%，同比上涨3%。联排别墅的基准价格为36万9700加元，环比上涨2%，同比上涨9%。公寓的基准价格为28万6000加元，环比上涨近3%。虽然公寓的基准价格比去年2月高出11%以上，但是仍比2014年报告的峰值水平低近7%。销售量暴跌，库存增加，房价却出现了环比上涨。如果真的是库存的问题，房产市场应该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，而不是上市天数普遍增加了1倍左右。这只能说明房产市场只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，因为高利率一直在阻止刚需购房者进入市场。这些蠢蠢欲动的人可能以投资者为主，不过卡尔加里可能除外，因为卡尔加里有大量的省际移民进入，所以刚需的比例肯定会高一些。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冲进房产市场，应该是害怕错过好的投资机会。但是皇家银行认为，房产市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这些房地产多头失望。他们最新的房产报告认为，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调整才刚刚进行了一半。皇家银行预测，全国 RPS 房价指数将从峰值下跌15%。目前调整已经进行了一半左右，价格还会再下跌8%。这是因为考虑到住房存量的增长，目前的房屋销量是自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平静的。皇家银行认为，未来几个月将形成底部，一些市场可能领先，比如安省和大西洋省份，还有一些市场可能会出现滞后，比如草原省和魁省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加拿大央行可能已经完成了加息，但是他们不会降息。皇家银行认为1月份是本次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，不过这并不符合市场的定价，市场目前已经提高了加息预期。皇家银行认为高利率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，至少加拿大央行在2024年之前不会降息，这意味着已经恶化的住房负担能力不会很快缓解。尤其是在 BC 省、安省等一些房价本来就已经很高的市场。美联储在上周5提交给国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强调，通胀仍然过高，需要继续提高利率，才能使通胀率回落至美联储 2% 的目标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进一步警告说，最新的经济数据强于预期，这表明最终利率水平可能会高于此前的预期。如果整体数据表明有必要加快收紧政策，我们将准备加快加息步伐。由于美联储可能要加快加息步伐，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目前为止，3月份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上升至70%。如果加拿大央行停止加息，和美联储的利率差距将会拉大，加元和所有以加元计价的资产都会快速贬值。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今天1天之内就已经下跌了超过1%，所以现在可以预见输入性通胀不可避免。如果央行继续放任下去，势必会造成资本外逃，这会给加拿大带来更严重的危机。因此，加拿大央行也不得不跟着美联储加息。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预测央行今年不会再加息？难道他们不知道停止加息的后果吗？我认为他们可能和央行达成了某种默契，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，让房产市场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。央行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房产市场死马当活马医，尽量拖延加息时间。万一今年春季房产市场复苏，高杠杆能利用这一窗口期迅速解套，那房产市场就能腾笼换鸟，换一批抗加息风险能力更强的韭菜进入房产市场，那房产市场尚有一丝软着陆的希望。但是如果春季市场不能复苏，高杠杆又继续死扛，他们的债务包袱将会越来越沉重，
那房产市场软着陆的希望也将彻底破灭。明天上午，加拿大央行将会公布最新的利率政策。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央行会在明天加息，而我认为加拿大央行明天不会加息。对于加息的问题，他们肯定是能拖一天算一天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